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往鱼块里面打入一个鸡蛋，用手抓拌均匀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制作的吧。今天在超市花15块钱买了一条草鱼，这条草鱼已经被老板娘处理干净了，拿回家把鱼肚子里面的血水和黑膜全部清洗干净。把处理好的草鱼放在案板上，接着我们再把鱼鳍给切下来。因为鱼鳍没有什么肉，而且表面有一层粘液，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老人和小孩食用更加的方便，不容易扎到嘴巴。鱼头和鱼尾骨头比较多，我们就直接切下来，加上2块豆腐，可以来煲汤。剩下的鱼肉我们再来简单的给下刀，像视频中这样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块。因为鱼块我们不能切太大，不然的话很难入味。接下来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长条，中间的骨头我们也要切下来，放在鱼头和鱼尾一起煲汤。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。老姜有去腥和增加食欲的作用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丝。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用刀拍一下，然后再切成3到5公分左右的小长段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1小把的干花椒，增加香味，加入小半勺的白醋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温水，用我洗净的小手抓拌均匀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多抓拌一会儿，充分的把葱和姜抓出葱姜汁，大约抓拌2到3分钟左右，抓拌成视频中这样。把葱姜水倒在鱼块里面。腌制鱼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能加食盐和料酒，如果加入了食盐，腌出来的鱼肉会非常的柴，料酒的味道很冲，那样会影响鱼的口感。葱姜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放在一旁腌制20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1小块去皮的老姜先给下刀，然后再切成厚薄均匀的姜片，全部切好，和蒜子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1小把清洗干净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，切好放在一旁。现在的鱼块也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直接挑选出来。这个时候的鱼块也已经非常的入味了，再次放回大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刚下的鸡蛋打在碗中，然后加入多一点的蚝油调味，少量的生抽酱油，有条件的可以加入多一点的胡椒粉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块鱼块都能够裹上鸡蛋液，充分的把调味料抓拌至化开。提前加入调味料，给鱼块入下底味，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最后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淀粉是给鱼块起个保护的作用，这样炒出来的鱼块就会外酥里嫩，特别的入味好吃。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加入多一点的菜籽油，有条件的也可以加入猪油，把锅烧至冒烟，然后我们再把鱼块一块一块的下在锅中，
我们要慢慢的把鱼块煎制一下。很多朋友做红烧鱼喜欢用油炸的方式，其实油炸过后的鱼块吃起来油太多，而且在家里面也不方便操作。摆放鱼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留点空隙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粘连在一起。煎至2分钟左右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两面都煎至金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煎鱼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，要不停地翻动，使鱼块的每一个面都受热均匀，煎制成视频中这样颜色金黄。这是我煎制了5分钟左右的效果，鱼肉的表面变得金黄金黄的，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这也是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鱼块这么好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煎鱼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慢慢的煎制。把所有的鱼块煎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的鱼块颜色金黄，其实也可以开始吃了。为了更加的有味道，我们还要加工一下。另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接下来加入切好的姜蒜小米椒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红油豆瓣酱，开小火煸炒，炒出配菜的香味和豆瓣酱里面的水分。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，接着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鸡精。因为豆瓣酱有盐味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添加太多的食盐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鱼块倒在锅中，大火烧开，用小火大约焖煮2分钟左右。汤汁不多时，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。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，加入提前切好的葱段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红烧鱼就这样做好了。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这样炒出来的鱼块颜色金黄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，肉质鲜香滑嫩，下饭又下酒。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